接下来我们就讨论线性与非线性电阻两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们以这样一个流控型非线性电阻为例来讨论。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电流，分别是2安和10安。我们来计算一下，当 I1 等于2安的时候，我们来算一下 U1。U1 是等于50乘以2加上 0.5 乘以2的3次方，它是等于104伏的。那么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算一下 U2。U2 是等于50乘以10加上 0.5 乘以10的3次方，这是等于1000的。这都不难计算，但是非常重要的是，1000是不等于104乘以5的，而我们知道10是等于2乘以5的。这意味着我们在此前讲授的关于线性电阻电路的齐次性在这里不再成立了。激励变成原来的5倍以后，响应不再是原来的5倍了。这就意味着从本质上来讲，我们此前讲授的叠加定理和戴维南定理在这里就不再成立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可加性。那么当 I 等于 I1 加上 I2 的时候，我们用式子来推一下。U 是等于50乘以 I1 加上 I2， 再加上 0.5 倍的 I1 加上 I2 的3次方。我们把它展开，分别是 I1 的3次方加上 I2 的3次方，加上3倍 I1 平方 I2 加上3倍 I1 I2 平方。我们把这一项合起来写成50 I1 加上 0.5 倍 I1 的3次方。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写成50 I2 加上 0.5 倍 I2 的3次方。我们把这两项整合起来写成加上 1.5 倍的 I1 I2 I1 加上 I2。那么这一项很显然它就是 U1， 这一项很显然它就是 U2， 还需要加上 1.5 倍的 I1 I2 I1 加上 I2， 它是不等于 U1 加上 U2 的。因此可加性在这里也不再成立了。这件事就表明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析肯定是要比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析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在线性电阻电路里的4大利器——节点法、回路法、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通过这一篇就可以发现，叠加定理和戴维南定理一般来说就不再成立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线性电阻和非线性电阻的区别，同样还是这样一个流控型电阻。那我们现在呢，假设这个激励是一个正弦，我们继续来做一下推导。这个时候 U 等于50倍的2 sin 60t， 再加上 0.5 倍的2 sin 60t 的3次方，把它展开，整个 0.5 乘进去，就等于4乘以 sin 60t 的3次方。我们用一下三角恒等变换，就知道4乘以 sin 60t 的3次方是等于3倍 sin 60t 再减去 sin 180t 的。把这个和前面的进行整合，我们就知道它是等于103 sin 60t 再减去 sin 180t 的。大家发现了吗？我们的激励是一个正弦激励，它的角频率欧米伽等于60弧度每秒。但是在响应里面，除了有这个欧米伽之外，还有一个3倍的欧米伽出现。这就意味着在非线性电阻电路里面，我们会有新的频率出现。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利用非线性电阻产生各种各样的新的频率。事实上来说，
在各种通信电路里，这个特点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应用。当然，它也有不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很多我们不希望的频率在非线性电阻电路里发生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验来展示这一点。下面我们做一个非线性电路的演示实验。这是实验电路板，输入是计算机输出的音频信号，经过运算放大器分为两路，一路经过一个线性电阻到达输出，另一路经过二极管，再经过一个运放电路到达输出。通过开关来控制，输出端接一个音箱。当开关拨向下方时，音频信号经过线性电路到达输出，而当开关拨向上方，音频信号经过非线性电路到达输出。我们来比较两种情况下的区别。先把开关拨向下方，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听到的是优美的音乐。现在我们把开关拨向上方，我们听到优美的音乐发生了明显变化。音乐